大家好啊，今天又到了隨聊的这个時刻啊。今天聊點啥呢？直奔主題啊。第一個事兒呢，就是小紅書啊，因為沒有配合台灣的這個法律監管啊，即將被封鎖1年，在台灣地區。那麼這個事兒呢，其實我覺得畫風就非常的奇特啊。待會兒我們會細說啊，因為你想啊，正常 Google 什麼油管，還有 Facebook、Instagram， 在大陸地區是被封控啊，被禁止使用的這麼一個狀態。但是呢，台灣政府封禁小紅書，我覺得應該是有這個法理依據的啊。但是觀感上是不是會給人一種這種台灣也搞起了這種對於言論的這種管控和審查嘛啊？但是這個咱們待一會兒細說啊。然後第二個事兒就是電影《芳華》啊，就是馮小剛拍的那部《芳華》啊，反映這個比較敏感的那個年代，在中國啊，從那個文革到越戰吧，好像是啊，因為我看這個電影已經好久了，具體的這個情節啊，我想不太起來了，但是他的這個電影想反映的主要的這個意思啊，我還是能夠記住的啊。正如我上一期所說啊，中國已經開始磨刀霍霍向文藝了。自從我上期發完那個濱崎步演唱會被取消的這個事情啊，我跟大家說了啊，我作為一個過來人，我作為一個以前常年跟這些審查的這些工作呀，或者是不能說工作啊，跟這些審查的人，或者是應付這些審查啊，我常年在做這些事兒，所以我相當了解在上海發生這個事件的這個重要性。首先它也是有一定的這個標誌性意義的啊。我之前跟大家也說過，上海這麼寬鬆啊，對於外來的文化的接納度這麼高的一個城市，如果在上海出現這種事情，我曾經說了，它是有一定標誌性意義的，就證明中國在文化管控和言論管控上將會進一步的左轉，加深這個情況啊。儘管咱們以前看起來可能這個審查已經非常嚴格了，以至於有些字啊，什麼像死這個字，在中國居然還發明出來了那個4個橫，然後一短一長，一短一長，哇，這個用它來代替這種死這個字啊，甚至我們在向一些演出或者音樂節遞交一些歌詞材料的時候，如果涉及到一些不吉祥的文字，不吉利的文字，我們也要現場改歌詞的，而且他們有相關的這個監督員在你演出的時候在底下就看着你啊，我看你錯一個字兒的你報了什麼東西你就要演什麼東西，你錯一點都不行啊。所以這方面我是特別敏感的，所以我也跟大家說了吧，你看我的預言啊，也可以講就是我的預言肯定是馬上要把所有的以前的這些舊賬啊都給你翻一遍。以前拍的這些電影當年看起來可能沒什麼，但如果現在咱們啊或者是他們啊看起來有一些什麼隱身的含義啊，有所影射呀啊，我肯定是要把你的舊賬全都給拿出來清算一下的啊。電影《芳華》現在已經遭到了這個第一槍吧，可以這麼講，待會兒咱們細講啊。那麼咱們先來說第一個事兒啊，就是這個台灣刑事局表示啊，這個刑事局是行政院的一個單位嘛啊，這個國安局資安檢測小紅書有15項指標全數不合格，而且自113年迄今涉入1706件詐案啊，內政部對其發布網路停止解析及限制接收命令，暫定期限為1年啊。其實台灣的這個官文啊，還有一股這個濃濃的民國範兒啊。這個之前我在接觸過一些其他的這個台灣政府發過來的這個回函啊或者官文啊，都能看到這一點。怎麼說呢？對於我們這些大陸人來講，真是相當生僻啊！有些意思啊，就是理解起來啊，讀起來是非常困難。但是我並不是說這種文化的繼承是壞事啊，我覺得只是我們的問題。我們的這種對於傳統文化的繼承是有斷代的，所以我們這一波人吧，啊，可以說60幾年以後的這一波人啊，都是對於傳統文化，對於這種國學啊，都是跟台灣比啊，我覺得還是有很大程度的這種缺失的啊。我覺得這是我們的問題，我只是感慨一下這個
哎呀，這個文筆啊，確實非常古風。那我們接着說啊，這個媒體呢是一個我在 Facebook 上看到的一個號啊。叫雅虎嗎？是嗎？奇摩新聞啊，我先不說這個號是偏藍啊還是偏綠啊，是吧？但是在這種社交媒體上的很多的這種賬號啊，其實你長期觀察下來，你是能很清晰的看清楚啊，哪些賬號是藍營的，哪些賬號是綠營的。儘管我是一個大陸人，我對台灣的政治不是那麼的清楚，但是這個體現的還是過於明顯了啊。我們再來看下一個啊，這個是聯合新聞網，也是 Facebook 上的一個號啊，它的主題是呢，封鎖小紅書。然後蔣萬安針對封鎖小紅書的這個事件啊，有一個評論說，還能稱我們台灣是不翻牆的民主嗎？啊，這是很明顯啊，這個聯合新聞網它應該是藍營的一個媒體啊，來表達這個台北市市長蔣萬安的這麼一個表態啊，因為他是國民黨的人嘛，所以我們可以很清晰的看到這一點。接下來的這个呢，這個叫新台灣加油啊，他說小紅書已讀不回被禁。蔣萬安開嗆卓榮泰啊，反中反到自己變成共產黨啊，這個應該也是這個國民黨的媒體，應該是啊，他是在表達這個國民黨政客的這種想法，是吧？啊，這種觀點。然後這個叫孟買春秋呢，他說蔣經國都說了，後代不能從政，要沾這個姓啊，卻不聽家訓，那當然指的是這個蔣萬安，對吧？公認的獨裁者後代還想獨攬大權，還想這個覬覦這個大位，是吧？是這個意思吧？還對着大眾說教這個民主，這才是天大的笑話。小紅書被禁是因為拒絕接受台灣法令，如果這種囂張行徑被允許，那麼台灣是不是要成為中國公司無法無天的天堂？啊，這個號明顯呢就是綠營的號了，對吧？我是作為一個大陸人啊，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看到這些媒體的這種風向的時候，難免會做出這種判斷啊。大家不要以為我是偏向哪一方，因為我不懂，我也不會去討論這個台灣的政治啊。我覺得只有台灣人對自己國家的這個，或者對自己的這個境內的這個政治才有這個資格去說三道四吧，或者是去指手畫腳，是吧？我們一般說這些事兒的話，那就真是成說三道四指手畫腳了，我們沒有這個資格。所以這個孟買春秋我覺得就是一個綠營的一個號吧。這個聯合新聞網還有一篇就是說，鄭文燁表示不知民進黨到底在害怕些什麼啊，說這個鄭文燁轟民進黨反民主有這個獨裁心態啊。可以說啊，我在看了這個 Facebook 上的種種的這種傳達這種信息的時候呢，它都是帶有自己很明顯的一個傾向的啊。我要麼比較傾向於藍營的這個說法，要麼比較傾向於綠營的這個說法。當然，我作為一個旁觀者啊，我是覺得很有意思的。我先沒有去看誰對誰錯啊，但是說這種氛圍，這種對於這種政治事件的這種討論的氛圍啊，是我作為一個中國人在境內我是不曾看到過的。雖然在中國啊是有所謂的什麼民主黨派啊，然後有執政黨啊，有什麼全國什麼政協代表大會啊，什麼大家在一同商議啊，國家大事啊，但是其實我們聽到的只有一個聲音啊，並沒有什麼反對的聲音，除非是從他們內部傳達出來了一些什麼反對的聲音。所以作為一個外圍人士，一個第三方，我看到這個覺得還是挺有意思的啊。再到這個小紅書上去看一看啊，小紅書這個 app 呢，其實是近些年來啊，台灣的年輕人是非常喜歡使用的一個軟體啊，台灣叫軟體。其實我覺得，如果讓它在意識形態上發揮一些作用，其實有這個作用，但是不會有太明顯的作用。因為你想，台灣人並不是那種受着這種洗腦教育長大的這種啊，可能有人對於我這種說法也有不同意見嘛啊。但是相對於我從小受到的教育，我覺得台灣人受到的教育還算是比較科學、比較開放、比較能夠塑造你個人的這個想法與個性的這種教育的啊。你要說它有沒有缺點，那我覺得肯定也會有啊，但是看跟誰比唄，對不對？所以我覺得台灣人是能夠有這個獨立辨別的能力的，即使是有這麼些信息在啊，我覺得也不至於會從意識形態上去影響到台灣人。我個人覺得啊，再者呢，就是
你想，其實說，有那麼1700多起的這個詐騙案件是在小紅書上發生的，或者是因為小紅書上當受騙的。那麼我出來中國已經有個7、8年了啊，我也在用各種 Twitter， 在用 Facebook。我平心而論啊 ，Facebook 上的這種詐騙信息，我在 Facebook 上就受過騙啊。這個上面的詐騙信息應該是小紅書上的成百上千甚至上萬倍。太多了，真是太多了，那个才是真正锻鍊你的这個分別能力啊！我記得有一次是我剛來泰國沒有幾年，然後我看到 Facebook 上就是有人賣那種，我愛喝咖啡嘛，就有那種磨豆機，手搖的磨豆機，那個品牌是我比較喜歡的一個品牌，但是我看它賣的很便宜啊，正常買我要花4000泰銖吧。但是他才賣2000泰銖，是一個那種金屬機身，然後那種任何的細節啊材料用的都非常好的一個手搖磨豆機，然後我就付錢了。直接把錢打過去了，然後他是給我郵回來了一個磨豆機，但是完全跟他在廣告裡宣傳的這個就不一樣啊，完全不一樣。然後你再聯繫他呀，或者怎麼樣都沒有結果嘛。而且我其實也不太會因為這2000泰銖再去報個警啊，可能有些朋友們會去較這個真兒，但是我覺得我就是交學費了唄。所以說，如果這種事兒，如果在中國我去舉報這個號或者怎麼樣，馬上他就會被封，被怎麼樣？但是其實，在 Facebook 上或者在 Line 上，這種情況我覺得是非常猖獗的，這是我個人的體會啊。所以說在就是涉詐這一方面，我覺得大家就是50步笑100步吧，沒有誰比誰強太多，甚至這些大牌的這種全球範圍內使用的這些軟體，可能做得更差。這是我自己個人的感受，那麼咱們看一看這個小紅書上這些台灣的朋友們他們是什麼反響什麼反應？這個朋友特別有意思因為他的這個 IP 還是中國台灣嘛，應該是他發表這個評論的時候還沒有被禁這個小紅書，他說已經準備好梯子了。其實我剛開始看到這個一個台灣人說我準備好了 VPN， 我準備好了梯子了，準備翻牆翻到中國網絡裡面去用小紅書這個軟體，我是覺得這個畫風很清奇的，就很奇怪很奇妙你知道吧？以往這個事兒都是我們辦的，是吧？什麼時候輪到這個自由世界的人民也需要使用這個翻牆軟體了，對吧？這個我的感受是很奇妙的很奇怪的。然後底下也有說，也有這個台灣網友去問，哎呀，這個怎麼弄怎麼用這個 VPN？然後這個 IP 在美國的這個哥們兒叫膝蓋退化的秦是嗎？這個賬號叫這個名的這個朋友，他說現在應該還可以用吧？他是在美國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經用 VPN 把這個 IP 翻到美國了。然後這個日本的觀眾說真的太傻眼了，然後底下的這個有一個美國 IP 的這個在問我現在在哪兒？其實我知道他肯定是一個台灣網友，他用了 VPN， 但是他翻出去之後他不知道自己的 IP 落在了哪裡，他在問這個其他的中國網友就是我現在 IP 在哪裡？底下這個作者回他你 IP 在美國，非常搞笑我覺得就是非常搞笑。然後底下說現在還能用，日本的網友說其實我覺得真是我在這件事情上我覺得有點多此一舉了，真的有點多此一舉了。但是我又不了解台灣的這種現行法規法律，也許它確實是觸犯到了這個台灣相關的這些什麼個資法呀，一些國安方面的法律我覺得可能會是這樣吧。因為台灣的相關部門應該不會是那種一拍腦門腦子一熱就說卡誰就卡誰，我覺得他們應該不會像大陸這麼去辦事情他還是有這種法理依據的。我覺得可能有些朋友認為他不太合情，但是我覺得他應該肯定合理，對吧？合法，但是不合情，不合某些人的情沒有其他的這個意識形態的引導在這件事上其實怎麼說呢，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是不希望台灣因為政治的這種對立對抗最後導致讓老百姓的生活受到影響，這個我是不希望看到的。因為我作為中國人，我這麼多年以來吃的最大的虧，就是所有中國人吃的最大的虧，就是受到各種各樣各個時期的政策的影響，去影響到我們的正常生活，去影響到我們的自由表達和其他很多方面的事情吧。其實
我是不希望看到這種狀況發生的啊！希望有關部門啊，或者是台灣的有關部門，從老百姓的這種實際的這種需求去出發，去解決問題，而不是說去做這種看似一刀切的這種政策吧。OK， 那麼我們來聊一聊這個電影《芳華》啊。怎麼說呢？其實當代的這些中國的一些大導演啊，從張藝謀到馮小剛啊，甚至到一些什麼其他的好多這種導演，很出名的一些導演，包括作家，像王朔這種啊，他們很多後期拍的一些電影都是有一些現實批判意義的啊，都是有。其實他們也是從那種混亂的年代過來的，他們也深知那個年代對中國造成的傷害和影響是有多麼的深重。所以人嘛，他有的時候在到達了一定的位置了之後，到達了一定的 level 之後，其實他是會產生一些這種，你說他是社會責任感也好啊，或者是就是有一種使命感啊，可能他覺得我已經這樣了，我是不是可以擦個邊兒，或者是隱喻一下，去做一些這種能夠啟發民智啊，或者去做這麼樣一件事兒啊，我們也能看到啊，好多人都是在做这種事兒啊，包括這個《芳華》，其實我看完也有這種感受啊，就是首先從電影的名字去直接的去理解這個電影啊，《芳華》，芳華，什麼叫芳華呀？是很美好的青春年華吧？我覺得他就是在講那一代人年輕人他們的美好的年華用在了哪裡，浪費在了哪裡，被這個時代給消耗掉了，當做了這個炮灰也好啊，當做韭菜也好啊，当做犧牲品也好啊，是吧？很多人的这种美好的青春都在那個年代被燃燒殆盡。所以呢，我覺得他是想表達這麼一個意思啊，這個但是呢，現在中國的這種審查制度，還有就是不斷收緊的對文化文藝的這種管控啊，我還得提一下我那個預言，我還是預言以後會越來越緊啊，而且就是從濱崎步演唱會被叫停的這個事件之後啊，這個事件絕對是一個歷史性的里程碑一樣的事件啊。而且濱崎步是硬剛的啊，他是在硬剛的，我十分佩服他啊。這個是沒有膝蓋一軟就跪下去了，他並沒有。所以說，像《芳華》這部電影被禁啊，他是怕大眾看這部電影的同時呢，或者是看對這部電影的解讀的這個同時呢，啊，會對那個年代發生的一切有一些反思和思考。其實中國官方是害怕老百姓會思考、懂思考的，他們其實不需要教育出來很多精英人群，他們的教育，因為我是個中國人嘛，從小就受到過這種很嚴重的影響，他們就是在扣模子，我要教育出來很聽話的人，而且在中國這個階級很難再做一次階級躍升的啊，在現在這個年代，不像之前在這個改革開放的那個時候啊。咱說亂世出梟雄嘛，就是這個意思啊。你是一個草根家庭，但是在中國處於那麼一種急需人才、急需要飛速發展、去超英趕美啊，這可能是他們的目的。但是呢，也帶來了一些對草根的好處，就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嘛，對吧？就是也許你出身沒有那麼好，你是一個普通人的孩子，但是國家現在需要你啊，那麼你就可以被委以重任。所以很多草根呢，包括後来我們這一代，靠讀書來改變命運都是可能的，但是到現在就沒有這個上升通道了，可以講，就是每一個位置都已經被卡得死死的了。就拿我們音樂行業來講，也是這樣的。我們這個我很幸運啊，踩着這個黃金時代的尾巴進的這個行業。但是，一旦進了這個行業，現在的情況就是說，大家都在封閉這個行業的資源，不再會往下放。我帶什麼學生啊，帶徒弟啊，你幫我忙，然後我給你介紹資源，現在很少了。我不是說沒有，但是很少了。可以說，普通人的上升通道基本上已經被關死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就更沒有必要教育出來有一點思考能力的所謂人才啊，就不用了。啊，人家自己的這個子女啊，是吧？這個精英階層的子女啊，早就送出國了。人家讀完了之後鍍一層金，然後回來之後來管你們這些普通人的孩子啊。以後的中國就會這樣傳承下去，精英政治，精英去管理你們這些韭菜。
僅此而已。但是他希望韭菜懂得什麼叫自由民主嗎？他希望韭菜懂得一個國家的這個政治會對普通人產生這麼大影響嗎？會讓你們窮則思變嗎？不會的。所以以後對於這種文藝的審查、文藝作品的審查啊，藝人啊，或者是這個自媒體的這些從業人員的審查會越來越嚴格。有好多人問我，你在中國，在這個 B 站上啊，在什麼這個小紅書上啊，你怎麼不做號啊？我當時流量還可以的時候啊，那個時候我早就看清這個趨勢了，所以我就說沒有意義。你做的再好，就是你敵不過政策的一個字兒，直接就把你壓死。正所謂時代的一粒塵埃，就是你普通人的一座大山吶。你沒有必要浪費這個時間去做這種豪賭，真的沒有必要。所以還是那句話，就是如果說以後中國再有一些什麼擦邊類型的這種反映那個年代的這個主題的電影被下架呀，或者是一些歌曲啊被下架，就像李志那樣，是吧？当然他有些歌曲写的有點太直白了。廣場那還有幾個廣場？對吧？難道是我家裡的市政府廣場嗎？肯定不是嘛，對吧？唱的肯定是天安门廣場嘛，对吧？所以那個是有點超級直白了啊。也是因為這個，我不是經常聽李志的歌啊，因為我是從我的角度來感受，就是還是缺乏一定的這種稍微再深度一點，再美一點嘛。我覺得好像李志的東西還是過於直白了，沒太符合我的這個審美觀啊。但是我還是尊重這個李志是一個非常好的民謠歌手的，他很有骨氣啊，他也很有這種正義感啊，去寫這些創作这些反映現實問題的一些作品的啊。當然回到現在這個話題上，就是以後如果再出現這種事件，大家呢其實完全不用驚訝啊，這個只會越來越嚴重，不會放鬆。好吧，那麼今天的這個隨聊就到此結束，也沒少聊，對吧？我們下期見，拜拜。